个鼻子还出血啊？出血量多不多嘞？有时候多，有时候没有。这个男孩因为鼻子经常流血，父母带来医院检查后发现鼻子里面居然有异物。而这个活泼的小男孩一见面就和医生打招呼，主动和医生说自己鼻子里面有好多东西。这个医生叫黄敏，是耳鼻喉外科的主任医师。温柔的医生问男孩是不是鼻子里面有很多宝藏呢？男孩可爱又不好意思地承认着。果然一番检查后，男孩的鼻子里面确实是有不明物体，这应该是导致经常性的流鼻血的原因。查明病因的男孩前一秒还在得意地想着，看吧，我就说有宝藏。但当黄医生说要做个鼻镜检查时，前一刻还得意的男孩听到做鼻镜检查，瞬间整个人都不好了，魂都差点吓飞，于是一溜烟就跑。被抓回来时，颤颤巍巍地喊道：“我不想打针。”可以，不打针。你不是说鼻子里面有宝藏吗？我看挖挖看到底有没有宝藏，好不好？你看叔叔讲了吗？里面好多东西。果然没有一个孩子不害怕打针。妈妈和黄医生听此差点笑出声。这个温柔的医生在给这个男孩做鼻镜，妈妈抱着孩子按住男孩的头部，怎奈他还小，斗不过这两位资深的抓小孩专家，更何况爸爸在旁边旁观着，更加没有逃跑的可能性。于是男孩开始撕心裂肺的哭喊，希望以这种方式获得同情。可惜爸妈早已不吃他这套了，而且多注意一下就能看见光打雷不下雨。果然，等黄医生从鼻子里面取出不明物体的那一刻，男孩立刻止住了哭喊。此时的爸爸见此，对男孩进行了灵魂一问：“以前有个。”黄医生取出不明物体后观察了一番，实在没看出什么。妈妈却说是什么东西，上面的瓶瓶盖盖，要问奶奶才知道，原来这是男孩和奶奶玩游戏时塞进去的，这才导致孩子经常性的流鼻血。经过这件事，希望有小孩的家庭多多注意孩子鼻子耳朵方面，不要好奇而塞东西进去，否则将严重危害孩子身心健康。这个小孩才1岁半，因为吃了几颗花生卡住支气管，在生命垂危当中，当地医院却迟迟不敢手术，但如不在一定时间内加以处理，将生命垂危。而当地医院因为手术难度问题，他们只能发起向上级医院的求助，希望黄敏医生可以过来救治。这个时候的黄医生正在给另一个小朋友做异物取出手术，当其他医生通知时，他不由得加快了手术进程。好在不到1分钟，他就结束了这台手术。做完手术的他1秒都不敢耽搁，他与另一名主治医生赵东集会，火速坐上去往当地医院的救护车中。原来这位黄医生是国内知名的异物取出术知名专家，这样的突发情况不是1、2次了。他们现在的任务就是立刻赶往当地医院。此刻的小孩已经有了缺氧窒息的表现，病人情况非常的危急，而去当地医院的路程却是需要2个多小时。小孩情况的特殊不能转院，时间上来说可能小孩熬不过这么几个小时。身为主任医生的他认为他们必须尽量赶过去，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死亡与遗憾。路程中，当地医院给黄医生发信息，孩子情况不容乐观，希望能快点赶到。幸好120司机师傅早已熟知路线，2个多小时的路程压缩到1个多小时，时间1分1秒过去，众人内心都焦急着，越晚对孩子来说就越危险。一下车的黄医生直奔急救室检查小朋友病情，此时的他发现孩子居然发起了高烧，38度9。黄医生判断孩子情况极其危险，孩子支气管阻塞太严重了，现在人工输氧也坚持不了多久，只能加快速度。分秒必争的他们立即决定兵分2路。此时的赵医生找到孩子母亲进行术前谈话，孩子确诊支气管异物，手术过程中必须脱氧进行，而脱氧必须在1分钟内完成，1分钟内不行，那可能将面临第2次、第3次脱氧，结果将是孩子越来越虚弱。听此，孩子父母眼中的后悔不言而喻。一开始还以为是小事，现在却是这么的严重。他们艰难地接受这个已经发生了的事实，只能寄希望于刚来的那位专家。黄医生这边已经在进行手术插管了，他发现孩子现在缺氧太严重了，留给手术的时间寥寥无几，他们必须加快速度。黄医生在内心给自己评估男孩手术的时间必须不能大于1分钟，他立刻做下决定，省略安装喉咙内窥镜，直接肉眼操作。这更加考验黄医生的专业性，也增加了手术的难度。在探寻支气管中，黄医生发现花生一夹可能就会碎掉，加出难度突然增加。30多秒过去了，
黄医生终于夹出左侧异物的花生和花生皮，随即他转向右侧时发现咽喉部已经出血了。原来右边堵塞情况更加严重，双侧堵塞对孩子的危险性更高，出血对取出的难度随之增大。此时意外发生，孩子嘴唇发黑，血氧急速降低，手术被迫中断。众人立刻施展急救措施，而这边的母亲也终于说明了孩子卡住的缘由。原来孩子吃了花生后哭闹，于是妈妈骂了他一下，他一时呛住了就卡住了，但妈妈还没意识到此次呛住的严重性，以为孩子是装的，后来发现孩子呼吸不过来，事情严重才送来医院，而手术室内又是一场急救，好险，孩子血氧恢复了过来。黄医生抓紧时间又开始了他第二次夹取手术，在一边注意着血氧一边夹取的过程中必须更加小心翼翼。好在卡住右侧的花生被取出来了，众人提着的心放了下来。术后黄医生给母亲观看取出的花生，并说明3岁以下别吃坚果食物，小孩食道气管相对稚嫩，一旦卡住后果不堪设想。看见妈妈是真心的悔过，也诚恳的致谢，黄医生终于放下心来，暖心的安慰妈妈没事了。当黄医生再回到急救室时，一堆人围了过来，资历尚浅的年轻医生各种专业性问题一一抛出向黄医生请教，黄医生也耐心一一解答着。当他们回去的时候，已经是晚上了。这么个小问题还动手术啊？像我们都来了几次了，这个病都没治好。问题是他才2岁多了，做手术这个安全不安全系数到底有多少？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？这个宝宝在睡觉中竟然打起鼾来，一番检查后，医生认为是鼾症，奶奶却觉得医生在危言耸听，更是怀疑这位医生的能力。她认为自己孙子只是小毛病，没有严重到要做手术。宝宝名字叫安安，他经常性呼吸困难，因为睡着时会缺氧，每到晚上时他都会异常难受，整夜睡不着，近1年时间都没有接受过好的治疗，一直拖着到现在。来医院时安安身体状况已经很危险了，再拖下去睡着甚至可能产生窒息风险。这位主治医生叫赵东吉会，此时的他正在和这位奶奶说着安安的治疗方案，奶奶还没听完就开始对他的话进行质疑。赵医生听此内心叹了一口气，心想为什么总有家属觉得比医生更专业呢？想是这么想，但赵医生还是好言劝慰，顿一顿名词解释，奶奶听得晕头转向，云里雾里。好在一番解释后，奶奶虽然听不太懂，但能意识到安安病情的严重性了。最终奶奶选择相信了这位赵医生。那也只能试试吧，先试一试看吧。行，但是总体而言，我觉得应该是有效果的，这个应该还是可以放心的。安安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鼾症，实际上它是一个比较重度的。原来宝宝这是鼾症，而且宝宝这个病由于太久没得到重视，已经非常严重了。回到病房的奶奶与妈妈互相探讨后，渐渐意识到安安病情和他们想象的不同，内心有些害怕和担忧。在他们眼里，做手术代表着风险大，但是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，他们也不希望看着自己的儿子、孙子继续受罪，所以他们只能默默的祈祷。也是早先发现安安的情况后，他们并没有及时就医，才拖到现在的个样子。此时已经是晚上了，看着安安难受的样子，妈妈心疼的抱起安安，开始哄她。像往常一样，一到晚上，安安情绪就极其不稳定。这个妈妈太伟大了，她抱着一个这么大的孩子，一抱就是好几个时辰。现在已经是深夜了，孩子也是有一定重量的，而她的近1年的时间，在这难熬的黑夜里都是这么过的。安安有妈妈哄着她是幸福的，同时她被病痛折磨着，没有得到及时的医治也是不幸的。终于到了第2天，赵医生告诉奶奶手术内容及其风险后，即将开始手术治疗。安安就这样被一根棒棒糖骗进了手术室。很快手术开始，医生们有条不紊地处理着，在外的奶奶和妈妈心里不约而同地担心着安安在里面的状况，同时也保证今后有病及时医治，不会当成小问题解决。另一边手术进行得很顺利，好在1个多小时的救治后，手术成功，但安安并没有脱离危险。她现在要进行血氧检测，稍后才能拔管使安安自己呼吸。1天后，一切正常，安安终于好了起来。没有疾病的安安笑容多了不少，所以看到视频的你们，希望能够多多注意到身边小孩的身体状况，不要认为孩子身体异常是小问题，过几天就好了。及时医治，不仅孩子可以少受罪，同时费用也会较低。到病情严重时再去救治孩子，会演变成很多种问题。
可能因为病痛折磨会造成身心疲惫，甚至抑郁，也可能救治不及时导致救不下来。治疗时间的加长，还有费用方面，这会更加昂贵。综合以上建议，家长们一旦发现身旁宝宝们有什么异常现象，及时就医，不要等到无法挽回后再去后悔。